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美国人历史性的再次选择了川普，在短短2周的时间，川普就让全世界清楚看到，他的东山再起给美国将带来的是一次革命，同时也将从多个层面引发世界格局的巨变。无论你是支持还是讨厌川普，一个不可置疑的现实是，有川普的日子就有故事。在过去2周，世界对美国的关注焦点不在华盛顿 DC， 更不在纽约，而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各种重量级大佬频繁进出那里，一个个重磅新闻从那里传出，每个消息都会让一些人振奋，让另一些人震惊。海湖庄园目前正在举行世界最重要的招聘会，决定川普未来内阁成员候选人。据说，当川普在海湖庄园内与他的助手们讨论关键职位的人选时，他通常要求把候选人的照片显示在他面前，一边看着那个人的照片，一边聆听和询问有关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如果需要，他会把他中意的候选人直接招入海湖庄园亲自会见。在他拍板做出最后决定后，他不是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通过老牌旧媒体来公布他的决定，而是通过他自己的自媒体平台真相社媒直接公布出来，让全世界每个关注他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的决定。无声中，川普已经在继续边缘化那些老牌旧媒体了。8年前，川普高举着保守爱国主义的大旗，用普通民众的常识认知为理念基础，在美国和世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把这称为川普推行的民粹主义运动，这个名词其实并不贴切，我更愿意用川普主义这个名词来综合描述川普推动的这个运动的基本理念。现任阿根廷总统米莱就是川普主义的热情追随者之一，因此在川普当选后，米莱按捺不住他内心的激动，成为世界第一个亲自到海湖庄园向川普祝贺的国家元首。在佛罗里达，他激动地把川普这次当选称为人类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付出。因为种种因素的掣肘，川普主义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只是展现出一个萌芽状态，却没有机会全面实施。目前，米莱在阿根廷的政策被人称为是川普主义在南北的一次实验。米莱在2023年12月上台后，就立刻大刀阔斧地对濒临破产的阿根廷实施了一系列的休克疗法，包括削减公共开支、裁减政府机构和雇员、取消种种限制政策等等。这些措施在他施政之初，真的把阿根廷的经济给打休克了。在他上任的头6个月，阿根廷的贫困率从 42% 上升到 53%， 创下过去10年最高。但随后，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展露曙光。例如，阿根廷常年控制不住的高通胀终于开始回落。10月份，阿根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只增长了 2.7%， 是过去3年的最低值。这次川普在美国的东山再起，将会是川普主义正式主宰美国并走向世界的开始。川普主义未来4年在美国的成败，其影响力都将波及全世界，从而决定世界未来的选择和走向。川普在这次竞选的过程中，已经通过自媒体或公开演讲，讲述了他在新的任期的各种计划，明确说他将从美国政府、外交、教育、媒体、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对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美国进行大手术。尽管如此，过去2周他发布的一系列公告和关键内阁人选，还是把很多人吓了一跳。为川普这次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马斯克，据说最近一家老小住在海湖庄园就不走了。他和川普的关系好到有人称他是川普的第一哥们儿。对这个称号，马斯克毫不忌讳地在他的自媒体平台上炫耀。因此，马斯克有机会在第一时间亲眼目睹川普在各种重大决策过程中的表现。马斯克情不自禁地对下一届的川普政府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认为这将是自美国建国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总统任期，这将是一场革命。是的，
改革已经不能描述川普将给美国带来的改变，而只能用革命这个词来描述。10月14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透露，川普的律师帕尔奇克向《纽约时报》和企鹅兰登出版社发出律师函，告诉他们，川普已经对《纽约时报》和这家出版社提出正式起诉，要求索赔100亿美元。在律师信中，川普律师团指责《纽约时报》有意诽谤和贬低世界知名的川普品牌，给川普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消费者长期以来把川普品牌与卓越、奢华和成功联系在一起，涵盖娱乐、酒店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同时，这些媒体也因为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对他进行虚假和恶意诽谤、贬低。有人说这是川普政府对旧媒体反击的开始，其实还不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透露的这个律师函是川普律师在大选前几天就发出的。川普对《纽约时报》的起诉和他10月份对 CBS 新闻的起诉是一个性质的。在那个起诉中，川普团队指控 CBS 60分钟节目对哈里斯在60分钟节目中的采访进行了有利于哈里斯的特殊剪辑，因此构成了通过恶意欺骗和严重扭曲新闻进行非法选举干预的犯罪。在那个起诉中，川普团队同样要求100亿美元的赔偿。川普这些针对旧媒体的起诉是在他当选之前就提出的，应该还是他的个人行为，还不是他未来政府的官方行为。因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强大保护，未来川普有了总统身份，那个官方身份很可能反倒会损害这些他对媒体起诉的案例的成功概率，尽管那些诉讼是他在选举前以个人身份提出的。回看过去这8年，某种意义上讲是川普和旧媒体搏斗的8年。根据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报告，92%的媒体对川普第1任期报道是负面的。这次大选中，89%有关川普的媒体报道是负面的。同时，川普也从不掩饰他对老牌旧媒体的敌视。这次大选获胜后，他在演讲中称那些旧媒体为敌人阵营。川普还暗示，当选后他希望采取措施削弱那些媒体公司的权利，例如呼吁撤销一些广播公司的执照等。但是在川普和旧媒体的这场博弈中，如果以美国人心作为法庭，川普其实已经胜出了。尽管美国旧媒体对川普铺天盖地的负面宣传，依然有超过51%的美国选民在大选中选择了川普。同时，盖洛普10月份发布的民调显示，现在只有31%的美国人还对那些旧媒体有信心。现在，川普在准备再次入主白宫，而与此同时，美国旧媒体衰落的消息也不断传出。包括 MSNBC 的母公司 Comcast 正计划把 MSNBC 打包出售， CNN 也因为业绩低迷，目前正计划着下一轮的大裁员。一个新总统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思路固然关键，但是这些理念和政策能否落实，最主要的还要看总统关键内阁成员的选择。因此，在过去1-2周，川普选择内阁成员的决定持续霸占媒体和社交平台的热点榜，主要是因为川普爆出来的核心圈的人选从温柔开始，随后却是一个比一个出乎意料，一个比一个让人感到震惊。10月7日，川普首先宣布任命他2024年总统竞选联合主席怀尔斯女士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虽然怀尔斯是美国历史上第1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但是她那温柔低调的邻家大妈形象让谁都感觉很放松。3天后，川普提名霍曼为边境沙皇，全面负责美国边境管制。霍曼在川普第1届政府中就担任过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代理局长。他在对付非法移民方面的强硬态度和川普在竞选中的承诺完全吻合，因此虽然有人不高兴，但是这样的人选也是意料之中的。然后川普提名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对此媒体和反对党的政客除了抱怨川普以忠诚度选人外，也基本表现淡定。一朝天子一朝臣，任用对自己忠诚的人，古今中外其实都是这个理儿。
在川普的第一任中，他以一个美国政坛局外人的身份一脚踏入 DC 的政治泥潭，身边几乎没有自己的嫡系，结果他组建的内阁在那4年一直是他施政的最大障碍之一。吃一堑长一智，川普这次选择那些对他忠诚的人进入他的内阁，这谁能说是错误呢？前面提到，川普2次执政的基本思路就是对美国政府各大机构实施革命。要做到这一点，川普的内阁提名绝不可能都是现有政治体系愿意接受的，因为川普必须选择那些对美国政府现状和他一样深恶痛绝的人。因为启用这样的人，你不用推他，他自己就会向着你希望的方向拼命奔跑。川普分别在11月12日和13日宣布提名黑格塞斯为国防部长，提名加巴德为国家情报总监。很多人对这2个人的资历提出质疑。加巴德是前夏威夷民主党众议员，而黑格塞斯过去7年是福克斯新闻的一个评论员。黑格塞斯其实是有从军经验的，他2003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明尼苏达州的陆军国民警卫队，而且参加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部署。不过他在国民警卫队中担任的最高职位就是少校，现在他居然可能去国防部指挥那些4星将军，这一点的确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不舒服。当然，这2个提名让很多人不高兴的更深层原因是，他们此前都强烈指责过他们被提名领导的政府机构。加巴德曾经强烈质疑美国情报部门的情报评估能力和结果，而黑格塞斯作为福克斯的评论员就没有停过表达他对现在的国防部推行的种种觉醒主义政策的厌恶。川普提名这样的人去分别领导美国情报和国防机构，很多人的解读是，这是川普计划从内部瓦解并重构这些美国关键机构的清晰展现。川普在这次选举中从来没有回避过他想对美国国防部和美军实施大手术的计划。不过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时，他对美国军方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友好的。他曾多次公开表达过他对美国军事领袖的钦佩，而且提拔了很多将军进入他的政府。但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川普却越来越意识到，很多国防部的官员和美军将军对他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轻蔑。例如，川普在2019年把陆军上将米利提拔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在他任期的最后1年半中，米利根本没把川普放在眼里，在多个场合公开指责川普。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写了一本叫《危险》的书，书中曝光了这样一个故事。2021年1月8日，也就是国会山抗议爆发2天后，那时川普还是美国的总统，可是当天米利和时任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专门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们一致认定川普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不适合管理美国的核武器。米利向佩洛西保证他能阻止川普。当晚，米利在五角大楼就召开了一个高级将领的特别会议。在会上，米利向在场的将领反复强调，任何发射核武器的决定都必须通知他，强调他是核武发射程序的一部分。然后米利在会议室里来回走动，并走到每一个与会者面前，一个人要求他们当面对他做出肯定的答复。过去4年，美军狼狈撤离阿富汗的丢人表现，以及美军对身份政治的极度推崇，这都让在野的川普大为恼火。因此，对国防部和美军的整肃，川普几乎一刻都不想等了。据说现在川普就已经开始计划设立一个由退役高级军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一个个审查目前美军中的3星和4星将军。审查的标准有3方面：1. 领导能力； 2. 战略准备状态； 3. 是不是全力专注在提高美军的军事能力方面。以此为标准，那些参与2021年美军阿富汗撤军行动的将军和过去4年在美军中推行各种觉醒主义的将军，可能是川普进入白宫后第一批被要求立刻退伍的将军。川普作为3军统帅，拥有解雇军官的权利，但是他还是需要国防部来具体实施这些解雇计划，因此他需要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
来严格执行这些命令，而不是像上一届的国防部那样，在每件事情上都给他使黑拐，或者是莫名其妙的把消息泄露给媒体。黑格塞斯一方面有军中底层历练的经历，另一方面他对美军成长的理念和川普高度一致。在过去4年川普遭难时，他一直保持对川普的忠诚，而且他又不是美国军方高层圈内的人，因此从川普的角度看，黑格塞斯绝对是国防部长这个位置最佳人选。从另一方面讲，川普决心在第一时间就开除一批高级将军，这对他未来的国防部长也是好事。一方面，这就立刻能帮助新国防部长清理门户；另一方面，这也会在军中高层引发寒蝉效应，让军队中的那些将军从内心正视川普3军统帅的尊严，并认可新国防部长的领导地位。11月14日，美联社报道说，黑格塞斯所在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原成员和美联社分享了在2021年国会山示威爆发后，黑格塞斯所在部队领导曾收到的一封对黑格塞斯的揭发邮件。邮件指责黑格塞斯是美国的一个内部威胁，理由是邮件中有照片显示黑格塞斯右臂的二头肌上纹着这样一串拉丁字母 Do what。 这位举报者说，白人至上主义者曾经就使用这个拉丁短语。因为这个举报，黑格塞斯被所在国民卫队撤职，并宣布他不再负责将要举行的拜登总统就职典礼的安全工作。但是只要做个简单的网上搜索，就立刻知道那个拉丁短语起源于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一句格言，意思是上帝的意志。黑格塞斯也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这正是他纹身的初衷。类似的报道，《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很多人都不理解媒体此时报道这种以讹传讹的老新闻有什么意义。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对于未来国防部和美军高层面临的清洗，可能让很多人非常紧张。但是很快，川普对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就不再是什么热点话题了。因为川普在13日随后的另外2项提名，让美国政界的建制派和旧媒体真正的全方位恐慌了。13日，川普提名前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提名众议员盖茨为司法部长。在退出总统选举前，小肯尼迪的整个竞选纲领就建立在他要颠覆性的改变当今美国的食品和药物开发销售的整套构架。他对美国食品添加剂、美国药品和疫苗的副作用等方面的言论，长期以来都被美国旧媒体当作反科学的异端邪说。而今年只有42岁的盖茨，因他说话张扬、攻击性强，在美国国会2党和华盛顿的整个政治圈都树敌无数。多年来，他持续攻击司法部，声称司法部把美国法律作为武器攻击政敌。他本人就是司法部严密调查过2年多的对象。盖茨这个人有花花公子的行为和做派。2019年，在司法部调查盖茨的密友格林伯格的贪污问题时，格林伯格承认他曾向一名以为是19岁，但其实是17岁的女孩发生过付费的性行为。而且格林伯格还声称他知道盖茨也和这个女孩发生过性关系。随后司法部就对盖茨展开了调查。司法部调查员采访了多名女性，翻阅了众多的文件，其中特意调查了盖茨的巴哈马旅行中是否有付费的性行为。调查2年后，司法部最终决定不对盖茨提出起诉，其中原因有多方面，包括1、关键证人的可信度有问题；2、整个案件的直接证据不足，缺乏直接能够证明盖茨犯罪的证据； 3、涉及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的案件取证比较困难； 4、联邦性交易罪的司法门槛很高，要求证明被告人明知受害人未成年，还要发生性交易的行为。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盖茨坚决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并且坚持说这是司法部对他的政治报复。不过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还是对盖茨的一系列有争议的行动进行了他们的独立调查，
原定最近就会公布这个调查报告。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川普提名盖茨作为司法部长，然后盖茨就立刻宣布辞去他在众议院的位置，理由是他想给共和党足够的时间，尽快填补他空缺出来的众议院的这个位置。但媒体推测这是盖茨不想让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公布对他的报告。不过大家的共识是，不管有关盖茨的报告现在是否公布，未来在参议院认证川普的内阁提名时，参议院一定会看到那个报告。因为盖茨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再加上司法部在美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可以预见对盖茨司法部长提名的认证将会成为这届川普政府在参议院认证过程中引发最大冲突的一个提名。川普第一任时，他提名的很多部长在参议院认证过程中都被拖延了2到3个月的时间。通常看，川普的共和党能拥有白宫和参众两院的可能性只有2年。因此，如果川普想抓紧时间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开始大干，他必须想办法避免上次民主党在参议院的拖延战术。有报道说，川普要求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赋予他休会任命的权利。美国法律中允许总统有这个休会任命权，意思是总统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可以把他提名的人绕过参议院认证，而立刻任命到空缺职位。这种任命是临时性的，可以持续就职将近2年。当初设立这个机制是为了防止总统在参议院不再是无人可用的应急机制。过去历届总统在自己的政党占参议院多数，有权随时宣布休会时，会偶尔钻这个法律空子，利用这个机制绕过参议院对自己提名官员的阻挠。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通常也不会滥用这个法律特例，因为这样做明显违背美国政治权力制衡的宪法原则。因此，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的新领袖图恩最近表态说，他不会过度使用这个权利，但是他也警告他的民主党同事，如果他真被逼急了，他会用这个杀招的。显然，未来参议院对小肯尼迪和盖茨的任命过程将会是下一届国会两派的第一个激烈冲突点。当然，也有人推测，川普推出盖茨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点，会不会是川普在玩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当民主党全力准备在盖茨这个死守一战时，他们可能会因此快速放过对川普其他提名的旷日持久的阻挠。不管未来如何，还是那句话，有川普的日子就有故事。不过在川普近期众多声明中，有一个最新奇，可能对现有美国政坛冲击最大的、影响力最深远的新决策，目前各政治势力居然没有一个敢大规模攻击的。这个新政策就是川普在11月12日宣布的，由马斯克和前企业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拉马斯瓦米共同领导一个新机构，名叫政府效率部。这个政府效率部的简称是 DOGE， 正好和马斯克喜欢的一个以狗为标记的加密货币的名字同名。该部门的主要目标是削减政府官僚机构，减少过度监管，削减浪费性支出，并重组联邦机构，以提高政府运作效率。川普对这个机构的定位是，它将在美国政府之外运作，直接与白宫以及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合作，推动对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结构性改革。计划在2026年7月4日之前完成给他安排的工作，作为给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献礼。据报道，马斯克和拉瓦斯瓦米都认为，要保证这个机构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对美国政府提出大手术方案，这个机构必须置身于美国政府的框架之外。在川普的这场革命中，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就是一个总参谋部的角色。未来川普政府决定砍掉哪些政府部门，对剩下的部门下手多狠，那些主意都可能出自这个部门。马斯克在一个访谈中暗示，他感觉保留目前美国政府中20%的部门可能就足够了，而且提到他削减政府预算的目标是2万亿美元。
这原本应该是最遭人恨的部门，但是奇怪的是，不管是媒体还是各个政党，对这个新政策都没实施什么口诛笔伐。原因可能是这个提议太合常理了，在具体实施前，没人敢立刻开始攻击。目前媒体对这个提案的主要负面讨论就是，他们认为马斯克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理由是联邦政府的预算是6.8万亿，其中川普答应不触碰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保退休金，再加上川普不可能削减的军事支出以及必须要付的国债利息，这些项目加一起就已经6万亿了，哪里还有什么可减的余地呢？但是媒体的这个推理过程有一个漏洞，就是美国政府的预算虽然是6.8万亿，但是它实际的花费是8.6万亿，因为美国政府在2024年的实际预算赤字有1.8万亿美元。这样一看，至少就约有2.6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马斯克其实是可以下手的。而且医疗体系中的作弊漏洞、美国军方的浪费等等，这都是马斯克要针对的方向。因此在不实际伤害美国的福利体系、损失美军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媒体认为马斯克没法触动的那6万亿的支出，其实马斯克也是可以下手的。目前没人知道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如何运作这个政府效率部。道指在 X 平台上设立的账号在11月14日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大意是他们感谢数以千计的表示对他们感兴趣的美国人，但是他们不需要兼职的出主意的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高智商、崇尚小政府、每周愿意在默默无闻的位置上工作80小时以上的人。有这方面意向的人可以给他们提交简历，其中前1%的人，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会直接审查。这样的做事和语言风格显然出自马斯克。马斯克在他的 X 平台上对他承担这个角色的初衷讲了下面一句话：我不要报酬，不要奖励，不要表彰或华丽的头衔，我只想让美国达到更高的高度。美国的伟大之处，也就是他似乎总能让很多人激荡出全身心愿意为他付出的激情。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